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要做的科目是这颗，外表看起来非常新哦，连这个油压调整器也是非常新的一颗分油盘，宾士 M102引擎的4缸分油盘。这颗分油盘是由香港的一位陈先生寄过来给张大哥来检查这颗分油盘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连底座的部分跟上座这整个都看起来是非常的新，感觉上是应该是还没有装上去使用的一组分油盘。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很多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方或是流量感知器这个地方，它都有用油漆标上记号包含这个地方都有标上记号还有这个地方，几乎这个地方也是一样那它主要目的就是说，它为了防止有人来拆封它造成它的整个测试的数据有改变这应该就是为了一个作为保固的一个标记这颗分油盘主要是要用在香港陈先生的W460它的应该是230G 上面的使用的。那它上面它之前有给张大哥检修过它原车上的分油盘大哥整修过之后它其实在车上它还有做稍微一点的微调，把供油量透过插压阀，然后稍微调大了一点点。那我查过，我上次给他做的那颗分油盘，它的数据是全油门的时候呢，1分钟的流量大概在170这是标准的出油量。那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感觉上油还是吃不太够，所以说他有做稍微一点微调，在插压阀上面放一点油出来。那所以说，这样比对下来的话，在他车上应该要在全油门170，可能还要再多一点点，可能在170或180。好，那我们现在来做这颗分油盘大哥从接到这颗分油盘之后呢，目前都还没有做任何的调整。那我们来做一个全油门的测试看它这颗分油盘它的状况是如何。大哥现在打开定时器好，我们来做一次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我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我从它的油压表上面的数据看下来，它整个插压阀的供油量是在标准值范围以内但是实际上的出油量是怎么样我们现在正在做测试当中。那我们经由上次我帮他调教的那个分油盘，它的装在 G230 上面应该要比正常还要稍微多一点点的供油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应该在1分钟170 ml， 还要再多加一点点，才适合它车上目前的要求。
我们来看这颗喷油盘的状况。OK， 好，时间到，我们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的出油量在130，第二缸140，第三缸135，第四缸也是135。误差4缸的误差在范围以内，但是很显然的，它并没有达到我们最低要求的170，也就是说，它的供油量以目前张大哥接手之后，它的供油量是不足的。那经过张大哥调教以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测试。这颗编号32834的宾士 M102 4缸喷油盘，从香港陈先生寄过来给张大哥处理的这颗喷油盘。刚刚我们有做过它的未调教之前的测试的数据，张大哥已经把它调教完成。我们的目标是在170到180全油门的流量这个范围之间。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全油门的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我们现在来做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好，设定时间设定1分钟，开始。我们的目标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出油量大概在170到180之间。这是经过上一回陈先生带回去实际装在车上之后调教的结果。那也就是说，他这个数据其实是比一般张大哥在做测试要求的数据还稍微高了，差不多5墨到10墨之间。这是因为每一部车的状况都不一样。所以说要实际上在车子上面的调教结果才是最正确的。好，时间到了，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在180。第二缸在185，第三缸也是185，第四缸在180。那这个实际上比张大哥一般装在2301的供油量稍微多了5到10墨，应该多了，应该是5%左右了但是这个出油量应该是符合他车上的出油量。如果说，出油量有感觉上过多的话，那以陈先生他的经验，他知道应该怎么样再修正回来。这个是我们目前所做的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的结果。接着我们要做的是这颗编号32834的宾士 M102 引擎的10分钟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我现在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由于这个阶段的测试时间长达10分钟，所以整个测试影片会分成2个部分。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32834的 M102 引擎4缸喷油盘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
好，时间到，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1缸、第2缸、第3缸的出油量都在210，第4缸的出油量在205啊。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这次的测试误差在3%以内，成绩算相当优秀。从我们这整个测试的结果看下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像这一颗全新的分油盘，它测出来的数据还是需要微调。也就是说，分油盘全新的分油盘在组装之前，它还是要经过调教跟测试，然后才跟引擎结合之后再做一个测试调整，然后才能够再跟整个底盘结合，完成整部车子的组装工作交车的动作。所以说插压阀尤其是这个插压阀，今天换新的插压阀，就会碰到一个要校正的问题那目前这颗分油盘品质它的状况以张大哥来判断，它应该是全新的一颗分油盘就是要经过调教的过程经过调教完整之后呢，因为大哥有做加权油量的加权，也就是说以他前车的经验那当然要使用到这颗分油盘装到陈先生香港陈先生的 G 卡上面的时候呢，他也需要再做一个微调不过以目前的经验这样总和下来，事实上可能不需要再微调了，因为我们已经有前车之鉴他上次那个分油盘整个机台上的测试跟在引擎上面它实装的测试我们已经得到一个结论了。好，那今天整个测试就到此结束了